如果你的生命只剩下时间看最后一支影片，或者读最后一本书，我真心希望会是今天的这一本。因为毫不夸张地说，这本书里蕴含的智慧，在过去20年间拯救了无数人的心灵，甚至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它的名字叫《当下的力量》 The Power of Now。 哈罗，大家好，欢迎回到阿冷的书房，我是你们的阅读领航员阿冷。我的使命很简单，将晦涩难懂的个人理财、自我成长与效率提升等书籍拆解成你每天都能用的实战策略。我相信书中的每一份智慧都能成为你通往更好生活的捷径。在进入正题之前，我想邀请你回想一下昨晚入睡前的时刻。你是安详地进入梦乡吗？还是躺在床上，身体很累，但脑袋却像一台坏掉的收音机，不断地转个不停？如果下个月的业绩没达标怎么办？哎呀，今天开会时我不该说那句话的，老板会不会觉得我很蠢？我的存款够吗？未来该怎么办？这种感觉熟悉吗？我们称之为想太多 overthinking， 但更精确地说，这是一种思维的强迫症，这是一种瘾，而且这是一种正在慢慢杀死你生命活力的瘾。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这些焦虑是外在环境造成的，但今天的这本书会告诉你一个或许让你难以接受却又无比自由的真相。痛苦的根源不在于你的生活遭遇，而在于你不受控的心智。当下的力量，作者艾克哈特·托勒 Eckhart Tolle 是一位当代的灵性导师，但你可能不知道，在他29岁之前，他长期处于极度的焦虑和想自杀的忧郁边缘。直到某个深夜，他在极度痛苦中经历了一次意识的转化，彻底摆脱了过去的自我，找回了平静。这本书里的观点，初次接触时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抽象，甚至会挑战你的逻辑，但我请你给自己，也给我这接下来的20分钟，请暂时放下你的批判，保持开放的心态，因为一旦你听懂了其中的一个概念，你就能学会如何关掉脑袋里的噪音，找回那个你早就遗忘却一直都在的平静。章节1，你不是你的心智 The Voice Inside。 首先，我们要来谈谈你脑袋里的那个声音。想象一下，如果你走在街上，看到一个人对着空气不断地自言自语，大吼大叫，一会儿争辩，一会儿叹气，你会觉得天啊，这个人疯了，你会想离他远一点，对吧？但事实上，如果我们能把你脑袋里的声音用广播放出来，你会发现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那个疯子。我们随时随地都在自言自语，评论眼前的事，纠结过去的事，幻想未来的事，差别只在于我们没有把它说出来而已。这就是托勒提出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洞见，你并不等同于你的心智， You are not your mind。 大脑原本是一个工具，就像一把锤子，你需要钉钉子时拿起来用，用完了就该放回去。但现代人的问题是，我们忘记怎么把锤子放下了。这把锤子在那里不停地敲打，即使没有钉子也要敲，最终把你的生活敲得支离破碎。我们变成了心智的奴隶，我们以为自己在思考，其实是被思考，是那些念头在控制你，而不是你在控制念头。那么解决方案是什么？作者提出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观察思考者 Watch the thinker。 下次当你在做一件简单的事情，比如洗手的时候，试住全神贯注，感受水流过指尖的温度，闻闻肥皂的香味，听听水龙头的声音。就在这个时候，你的脑袋可能会突然跳出一个念头，等一下午餐要吃什么，或者刚才那个同事的眼神好讨厌。这时候别生气，也别去分析这个念头，你要做的只是像一个站在路边的观察者，看着一辆车开过去一样，看着这个念头。你在心里对自己说，哦，看，我的大脑又在想午餐了，然后轻轻地把注意力带回水流的触感上。当你开始观察你的想法，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这里有2个角色，一个是那个喋喋不休的声音，你的思考，另一个是那个察觉到声音的觉知，真正的你。当你意识到你是那个观察者时，你就从心智的牢笼中探出了头，这就是觉醒的第一步。你不再是那朵飘忽不定的云，念头，你是容纳云朵的整片天空，觉知。章节2，痛苦之声 The Pain Body。 了解了大脑的运作后，我们来谈谈情绪。你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也许你的伴侣只是随口说了一句，你怎么又忘了倒垃圾？
客观来说，这只是一句关于垃圾的陈述，但你却突然暴怒，感觉受了极大的委屈，甚至开始翻旧账，两个人大吵一架，最后整天心情跌落谷底。事后冷静下来，你可能会想，我刚才为什么反应那么大？托勒告诉我们，这其实不是当下的你在生气，而是你体内的痛苦之身 pain body 被唤醒了。什么是痛苦之身？它是你从小到大所有受过的委屈、被遗弃感、愤怒、悲伤，因为没有被妥善处理而残留在你潜意识里的能量场。它就像一只寄生在你体内的隐形怪兽，大多数时候它是休眠的，但当有人按到了你的按钮，或者当你感到疲惫压力大时，这只怪兽就会醒过来。重点来了，痛苦之身以痛苦为食，它需要更多的痛苦来维持生命，所以它会控制你的大脑，让你把小事化大，让你去攻击别人或者攻击自己，透过自责。当你感到痛苦、愤怒、戏剧化的情绪爆发时，这只怪兽正在享受它的大餐。我们要如何对付这个住在体内的怪物？方法只有一个，开灯，也就是保持临在 presence。 当强烈的负面情绪涌上来时，不要压抑它，也不要立刻认同它，不要说我很生气，而是说我感觉到体内有一股生气的能量。你要做的就是看着它，感受那个情绪在胸口的紧绷感，感受胃部的翻搅。只要你用觉知的光照亮它，痛苦之身就无法控制你，因为这只怪兽只能在无意识的黑暗中生存，一旦被觉知之光照耀，它就会停止生长，甚至转化。这不容易，但这是切断业力循环唯一的路。讲了这么多理论，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小小的实验，我想让你亲身体验一下什么叫做当下。现在请你暂停手边的动作，坐直身体，接下来的10秒钟我会完全停止说话，我要你做一件事，变得像一只守在老鼠洞口的猫。你全神贯注地盯着那个老鼠洞，也就是你的思维，看着下一个念头什么时候会跑出来。准备好了吗？开始。好，时间到，告诉我，在那守候的10秒钟里，你有任何烦恼吗？你有在想明天的工作吗？我敢打赌没有。在那几秒钟里，你的大脑是安静的，但你是高度清醒的。这就是当下的力量。当你全神贯注地处于当下，当你保持高度警觉时，你的心智会停止运作，你不会失去意识，反而会进入一种更清晰的意识状态。那份宁静不是死寂，而是充满活力的生命感。这就是你一直在寻找的解答。章节3，时间是最大的幻象。接下来我们要挑战一个最根深蒂固的概念，时间。如果你去问一只老鹰现在几点，它大概会觉得你疯了。对动物来说，时间只有一个，那就是现在。托勒提出了一个震撼的观点，过去和未来本质上并不存在，它们只是思维里的幻象。仔细想想，你曾经在过去做过任何事吗？没有，你是在那时的当下做的。你能在未来做任何事吗？不可能。当未来到来时，它就变成了当下。你的生命永远只能发生在此时此刻。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么痛苦？因为我们几乎从来不活在当下，我们活在心理时间 psychological time 里。所有的焦虑都来自于你活在未来，你在担心那些还没发生，甚至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所有的悔恨、怨恨、愧疚都来自于你活在过去，你在被附注已经消失的历史。托勒说，如果你能够100%投入在当下这一刻，你会发现此刻其实没有问题。请试助问自己，此时此刻就在这1秒，我的生命有什么问题？注意，不要想明天，不要想5分钟后，就现在。你还呼吸着吗？是的。你坐在这里吗？是的。在这个最小单位的当下里，没有问题存在，只有当下发生的事。问题是心智制造出来的，因为它总是想着下一刻。一旦你学会把注意力聚焦在当下，你会发现你拥有应对一切的力量。我们无法应对未来，因为未来还没来，但我们永远可以应对当下。章节4，人际关系与臣服的艺术。最后，我们要谈谈如何把这份力量应用在生活中，尤其是那让人头痛的人际关系与生活困境。你是否发现，人际关系的冲突往往来自于我们的小我，
Ego 想要证明自己是对的。当别人在说话时，你是不是已经在脑子里想，他在胡说八道，我该怎么反驳他，我要怎么回得比较聪明？这时候你根本没在听，你是在听你脑子里的噪音。当下的力量教我们一种深度倾听，下次跟伴侣或同事沟通时，试着清空你的大脑，不要预设答案，不要急做防卫，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倾听这个动作本身，感受对方的能量。当你不带评判地临在，这份宁静的能量会传染。如果对方在发脾气，那是他的痛苦之声在发作。如果你能保持觉知，不被勾起反应，他的愤怒就会像打在棉花上一样，最终消散。那么，如果你的当下真的很糟糕呢？比如你有一份讨厌的工作，或者身处一段有毒的关系，托勒给出了面对困境的3个终极选择，记住，只有这3个。离开它 ，leave it。如果环境让你痛苦，那就离开。改变它 ，change it。如果你不能离开，那就采取行动去改变它。接纳它 ，accept it。如果你既不能离开，也无法改变，那么你只剩下一个选择，完全的接纳。这里的接纳，也就是书中说的臣服 surrender。请注意，臣服不是放弃，不是说这件事是对的，也不是要你忍气吞声做受害者。臣服是说，好，这就是目前的事实，我不抗拒这个事实，也不在内心编造受害者的故事。就像你在泥沼中挣扎，只会陷得更深。臣服就是停止无谓的心理挣扎，接受我现在在泥沼里的事实。奇妙的是，当你停止与当下对抗，内心的能量消耗就停止了，你会感到一种深层的平静。而在那份平静中，真正的智慧会浮现，你会比以前更清楚该如何采取行动。这就是当下的力量带给我们的核心智慧。我知道，要让脑袋里的声音闭嘴很难，这可能是你这辈子做过最困难的修行，比练出6块腹肌还难。我们习惯了焦虑，习惯了把快乐寄托在未来。但请记得这句话，你不是你的想法，你是那个觉察到想法的你。你不是天空中的乌云，你是那片永远湛蓝、包容一切的蓝天。乌云会来，也会走，但蓝天永远在那里。从今天开始，我想邀请你在生活中建立一个小小的仪式，每天问自己一次，我现在在哪里？我的心智跑到未来了吗？我有在呼吸吗？把你拉回当下，感受脚踩在地板上的感觉，哪怕只有1秒钟，那也是觉醒的开始。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深度解读，请帮我按个喜欢，这能帮助更多深受焦虑所苦的人看到这支影片。如果你想跟着我一起透过阅读升级大脑，修复心灵，别忘了订阅阿冷的书房并开启小铃铛。我是阿冷，愿你拥有一个平静的当下，我们下周见。